它对整个楼栋的损害也是很大的。那这些问题，有些人可以不考虑，但如果对于很注重这一方面的人，他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有认知的，他应该可以有不加装的权益的。因为你对加装电梯也比较了解了啊，就是说加装电梯，我们上海来说的话，一开始都是一票否决的这么一个政策，是吧？对。那现在就说是改变成了少数服从多数了。是。那么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觉得是个坏事。就是说加装电梯本身并不存在好坏，因为加装电梯可以给别人带来一些益处，就是说高层居民的出行各方面带来益处。但是你必须要考虑到，上海的老房子都是我们讲起来就是刚刚板式楼层，它都是那个结构都有问题，包括我们那儿的房子其实都已经是年数已久。另外呢，上海的地基你也知道，基本上都是滩涂啊，对，都是滩涂，挖开来之后地基里边都是水，就是说这个当时对本身你挖那么大一个坑，对地基都有直接影响的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它对整个楼栋的损害也是很大的。那这些问题，有些人可以不考虑，但如果对于很注重这一方面的人，他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有认知的，他应该可以有不加装的权益的。所以这一票否决了这些人的权益，把他们的权益置若罔闻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从一票否决到少数服从多数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它等于是否决了一些人的基本权益。而当然你说的益处，那将来的后果呢？后果考虑过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加装电梯的后果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它不像新加坡是以政府来承担责任的，以业主自身来承担责任的，这个后果是最严重的。而反过来说，加装电梯楼上的居民会为将来这些出现的问题买单吗？当然现在可能会口口声声说都答应都没有问题，但真的如果出现了楼层的问题，那就是大量的推诿。就是仙霞路700号的居民，他的那个房子整个的那个就是承重柱啊已经全部都开裂了。这么严重的问题，居然有人跟他说要他自己去做鉴定，证明这个承重墙开裂是由于加装电梯造成的，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啊！就从一票否决啊到现在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，其实它不能用在财产上，就是说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对财产权益的认识是不同的，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有一些高标，对社会有一些做贡献的这些欲望，没问题，他可以去做这些，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很主动很积极的事情，他对国家有贡献，对上面的高层的居民他愿意为他付出，那我觉得是可以。但是有些居民包括我可能会考虑的更多，因为这个加装电梯的害处我可能了解的很多。我们也就说到啊，就是李治的寒灯小话里边有一句话叫慷他人之慨，废别姓之财，于人为不勤，于己甚无畏乎。其实他就是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啊，我们有些人啊愿意做慷他人之慨的行为，这种行为最可恨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当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别人强迫你，甚至于你反抗，他会以什么道德绑架的形式来要求你做这种事。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去代表自己，而不要去代表别人，因为别人不是你。当你把别人的财产东西来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的行为。